这是 Ferrari 成立75年以来第一台采用4门4座布局的跑车 Ferrari Puro Sangue。那注意 Ferrari 称其为跑车 Sport Car 而不是 SUV。Ferrari 的 CEO 跟记者们说请不要叫它 SUV。2016年时任 Ferrari CEO 已故的 Sergio Marchionne 被问到 Ferrari 会不会推出 SUV 的时候，曾经说过 You have to shoot me first。2017年在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 Sergio Marchionne 表示已经开始了 SUV 计划，而这个计划需要30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而他也保证这个车型不会淡化 Ferrari 的品牌 DNA， 并称之为 FUV Ferrari Utility Vehicle。 那 Ferrari 的资深车迷可能会问这哪里是第一台4个座位的 Ferrari？ 像 Ferrari GTC Forluso、Ferrari FF、Ferrari 612 Scaglietti 都有4个座位。 Nope， 这些都是 2+2 的格局， 2 front and 2 smaller back seats。 那 Puro Sangue 拥有的是4个独立座椅，而4个座椅也都有发热椅的功能，底下有100公升的 fuel tank， 后面有473 L的行李箱空间，是有史以来行李箱空间最大的一台 Ferrari， 它还比 GTC Forluso 多了23公升。再来 Puro Sangue 的离地间隙是 180mm， 乌日是 158mm， DBX 190mm， Cayenne Coupe 215mm， 所以就乘坐空间、行李箱空间和离地间隙来看，它都符合了 SUV 的资格。那意大利人要用什么来突出 Puro Sangue 的 Ferrari DNA？ V12， 最高转速达8250 RPM 的 6.5L V12 自然进气引擎，有725 PS 和716 Nm， 0到100 3.3秒，比 GTC Forluso 还快了 0.1秒。虽然没有 Turbo但这具 V12 在2100 RPM 的时候就能够释放出 80% 的峰值扭矩，在6250 RPM 达到巅峰。跟市面上的 SUV 不同的是 Puro Sangue 采用的是中前置引擎布局，就是把 V12 引擎放在前轴的后方，而不是前轴的前方，再把 XDCT 变速箱放在车子的后方， PTO 放在引擎的前方，实现了49:51的前后比重分配，而 Ferrari 的工程师认为这是最理想的重量分配比例。再来 Puro Sangue 还采用了一项世界首创的技术，基于 Multimatic TASV 系统的 Ferrari Active Suspension 技术，就是将 Electric Motor 和高精度的滑发液压减震器 High Precision Spoke Valve Hydraulic Damper 整合到同一套系统里面，确保车身和车轮得到更高的主动性控制。值得一提的就是Ferrari 并没有把 Roma 或者是812的底盘拿来再循环使用，而是为 Puro Sangue 提供了全新的底盘，标配了能够降低车子重心的碳纤维车顶，还有 Rear Hinge Back Door 后铰链后门， Ferrari 称之为 Welcome Door 欢迎门，非常的 Rolls Royce。 座舱的设计灵感来源自 SF90 Stradale， 副驾驶和驾驶座的设计几乎是一样，属于一个双仪表板式的设计。Puro Sangue 的前座可以选配有10个 airbag 的按摩椅，车主还能够将 Carbon Roof 碳纤维车顶升级为 Electrochromic 电子变色的玻璃车顶。Puro Sangue 也是第一款标配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的 Ferrari 车型，取代了传统的 Navigation 系统，而这也是第一次标配 Burmester 音响系统的 Ferrari。1420W 20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3D High-End Surround Sound System 彻底的告别了 JBL Audio System 的时代。所以说 Ferrari 是买引擎送车的年代已经彻底的结束。Ferrari 在 V12 高转引擎的基础上加入了豪华车必备的设备。那 Ferrari Puro Sangue 的官方标语是 Unlike any other， 直译是不同于任何其他。中国官方翻译标新立异。那我个人觉得应该要放独树一格，自己树立一个风格。Ferrari Puro Sangue 的售价从39万欧元起，大概是40万美金，换算马币的话，税前大约是185万。在推出的2个月后 ，Ferrari 已经宣布停止接受订单，因为他们已经卖完了未来2年的产量。因为 Ferrari 之前曾经表示为了确保 Ferrari 超跑车型的地位，Ferrari 只会将他们年产量的 20% 用来生产 Puro Sangue。
所以以年产量15000辆来看的话，一年大概可以生产2000辆 Pro 上轨，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卖了至少4000辆以上的 Pro 上轨。当然 Ferrari 的现任车主可以优先获得购买 Pro 上轨的资格。我是戴主义，我们下一集影片见，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 Ferrari Pro 上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它像一台 SUV 吗？你觉得是不是像 Ferrari 讲的，它不是一般的车型，我们不能够叫它 SUV 呢？ I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